第7章，王起无声。夜深时，凤城的声音反而少了，不是安静，而是被什么压住了。远处偶尔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响，却走得很快，像是不愿在某条街上多停一刻。思叶从屋顶落下，脚尖点在瓦面边缘，没有发出声音。他没有走正门，多年闯荡，他早就习惯把回去当成一件需要确认的事。窗子虚掩，思叶推开一条缝，屋内的灯已经熄了，只留一点月光从窗纸渗进来，落在床沿。他睡着了，却睡得很不安稳，眉头紧紧皱着，像是梦里还在奔跑，肩膀微微缩起，手指无意识地抓着背角，指节泛白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，仿佛这样才能带给他些许安全。思叶站在门边看了一会儿，那一刻他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在心口轻轻扯了一下，不是怜悯，也不是责任，更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牵动。他本该转身去坐回自己的位置，本该像往常一样守着门口的阴影等天亮，可他没有立刻动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确定什么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眉头慢慢松开了一点，不是完全放松，却不再那样紧。思叶微微一怔，他没有醒，呼吸却平顺了一些，像是本能的察觉到什么，知道那个人回来了。思叶移开目光，走到墙边坐下。凤城不平静，可这个房间在这一刻却安静的过分。天亮得很快，凤城的清晨一如往常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摊贩叫卖声不绝，酒楼的窗被推开，伙计端着热水走来走去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可只要稍微留心，就能察觉不对。人多了，不是赶集的那众多，而是站住的人多了。街角、茶摊旁、屋檐下，总有些人看似无所事事，却会在你经过时多看一眼。街道也稳稳带着一种混乱，不是吵，而是节奏乱了。有人走得太快，有人却故意慢，像是在等谁踩进某个点。思叶和不语一出客栈，就感觉到了，那不是视线，是气，像有什么贴着背脊游走。细，带着耐心的。毒蛇。思叶的脚步没有变，不语却下意识放慢了一瞬，又很快调整，跟回他的节奏。不要看，思叶低声说。他没有回头，只应了一声。可他知道，他已经察觉了。思叶的手指在袖中轻轻动了一下，子母双剑没有出鞘，却像醒了。那是一种熟悉的躁动，像被关在鞘中的野物，闻到了血腥气。他们走过3条街，那股被盯住的感觉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密了。不是一个方向，是4面8方。思叶终于停下，就在一条看似最热闹的街口，茶楼、布庄、药铺，人声鼎沸。他抬眼，那一瞬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一张无形的网，以他们为中心，早已张开。不是一层，而是一层叠一层，街角的人，屋顶的影，摊位后的视线，全都是街。这不是杀绝，是捕网。要困，要围，要擒。思叶的呼吸沉了一分，他知道这一次走不了了。空气忽然紧了一下，像无数条弦被拉到极限。然后当一声极轻的断响，不是金铁，是某种默契被打破的声音。人动了。第一个出手的不是近处，是一只飞刀从2楼窗内射出，角度刁钻，直取不语后颈。思叶甚至没有回头，弩箭已经在手，剑身一横，飞刀被震开，钉入墙面。几乎同时，左右两侧的人群里冲出3人，刀短而狠，封死退路。街道瞬间炸开，惊呼声、翻倒的摊位、碎裂的陶罐，一切混在一起。百姓四散奔逃，却又被刻意引导，让出一个空心的圆。圆心只剩思叶与不语。思叶把不语往身后一带，贴墙。他说，他没有迟疑，退到药铺门侧，背靠墙，呼吸急，却没有乱。思叶已经踏入圆心，紫剑出鞘。那一瞬，像夜色忽然照下来，他的身影在白日里变得模糊，沾枝在前，呼烟在后。紫剑每一次出现，都在对方最不该防的角度，割喉、
断腕、破势，不求一击毙命，却让人失去行动。母剑则完全不同，举重若轻，一剑落下，看似缓，实则重，剑挤压人，逼得对手应接。只要一接，整个人就被带进撕夜的节奏里，再也出不来。围的人越来越多，没有喊杀声，只有短促的指令与脚步交错。这些人训练有素，前排退，后排补，受伤的立刻被拖走，位置立刻被填上。网再收，撕夜的压力陡然上升，汗从他鬓角滑落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密，攻击太密了，四面八方都是刀影，没有死角，没有喘息。紫剑飞舞，像一道道黑线，在人群中穿梭。可每多出一剑，就多一双手想抓住他。有人不怕死，硬用身体去挡，只为创造一个缝隙。撕夜第一次被迫后退了半步，那半步让网收紧了一圈。不语看得心口发紧，他知道这不是撕夜的节奏，这是对方的。就在这时，一支弩箭从高处射下，直奔他而来。撕夜看见了，他猛地转身，弩箭横扫，震开弩箭，却也因此露出破绽。三柄刀同时压上，撕夜应接，剑脊震鸣，虎口发麻，整条手臂像被重锤砸中。他低喝一声，紫剑脱手飞出，钉入一人咽喉，却已来不及阻止网的收缩。街道上方，城楼高处，一名女子静静站住，秦岚。她身披素色大氅，手中端着茶盏，茶气袅袅。她的目光平静，像是在看一场精心布置的戏。不错，她低声说，子母双剑，确实少见。她抿了一口茶，可惜夜里的剑终究困在白天。他的视线落在不语身上，停了一瞬，嘴角微微勾起，准备收网。街道上的人再度逼近，撕夜站在圆心，双剑在手，呼吸沉重。他知道这一战还莫结束，但他也知道，只要他还站着，这张网就不会那么容易合上。